欢迎收看《这时刻》，你观察中国的政治，它的背后都是政治斗争，而这个政治斗争无时无刻都在进行，而现在这个政治斗争感觉上有越演越烈，有非常火爆的状况正在发生当中，而这个集中的状况就在习近平，因为我们之前讲过。习近平他在军中里面最大的亲信、最重要的亲信苗华居然中箭下马，而且这个中箭下马非常不该是在大院里面直接戴上头套带走，等于说有那种游街示众的味道。不但苗华下台之后，我们之前讲的，包括国防部长董军，包括火箭军司令王厚斌，包括东区战区司令林向阳，还有武警的司令王春林，一个一个的都等于说被调查，一个一个的都消失了，就代表。习近平在军中的人马难道被拔除吗？习近平的军中这个枪杆子难道有松动的趋势吗？而在这个时候，有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是，过去习近平的最大号阵地，也就是有可能取习近平而代之的，大家是谁？是薄熙来。而薄熙来跟习近平两个的斗争举世皆知，但没有想到。已经沉默非常久的薄瓜瓜，之前在台湾结婚，在台湾结婚的时候，他就讲说，他为他的父母申冤。他说他的父母是忍辱负重，为大局牺牲，他觉得他父母非常的委屈。现在又讲得更白了，过了几天以后，他又讲他这几年其实都已经消失在公众的眼光之外，可是他又讲说，他的父母亲没有政治野心，而且特别强调。薄熙来跟习近平两家没有过节，他甚至还说他的爸爸早就表态要全力的来帮助习近平。他说他爸妈的入狱，竟然跟习近平一点关系都没有。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做这样的表态？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做这样的澄清？而更微妙的是，这个时刻很多的媒体又开始报道，过去南华早报曾经报过西山地堡，西山地堡是中国领导人在发生核战争的时候最后的逃难基地。但大家不知道的是，在当时周永康跟习近平两边进行斗争，而甚至传出说周永康动用武警要杀习近平的时候。当时胡锦涛怎么保护习近平的？胡锦涛就是把习近平放在这个西山地堡里面。这个地堡到底有多安全？为什么在这个时刻，现在这个西山地堡又被搬上台面呢？好，我们今天请到来宾，在台湾首位的资深媒体人张宇轩，你好，大家好。好，第二是美岛电子报董事长吴子嘉，大家好。好，第三位是资深媒体人姚维珍，大家好。好，第四位是资深媒体人吕一峰，大家好。好，第五位是政论专家李登辉，大家好。好，第六位是国民党的桃园市议员黄金平，大家平安。是不是？我们现在都可以感觉到说，中国有一种斗争的气息，而这个斗争的气息感觉上有那种山雨欲来的味道。可在这个山雨欲来的味道之后，有一篇文章现在被大幅的点阅，在大幅的传播。什么文章？就是当时南华早报有讲了一个中国最高领导人在核战的时候，他要在哪里躲起来，要在哪里取得生存，就是西山地堡。那你的西山地堡在这个时候打出来，难道中美要核战了吗？宝杰哥，南华早报在刊登的这篇文章是大概讲说，中国的领导人在发生核战的时候呢，为了防范这个核爆，他要躲起来的这样的一个地下的这个碉堡。就是西山地堡，而这篇文章呢，吸引了很多人去点阅。对，那其实这个西山地堡的重要性要核战的吗？不是核战上来要核战的吗？虽然美国一直很想攻这个地方，也想要找出它的这个弱点，但是呢，它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中共在发生一些重大的领导人的这个争斗的时候呢，如果你要保住你自己的生命和一线生机，这也是你藏匿之处最好的一个地方啊。所以我这个西山地堡，我不是在躲核爆，我这个西山地堡也是政治斗争最激烈的时候。我的安身之处，就拿习近平在还没有正式扶上位，当上中国国家主席跟中共领导人总书记之前在2012年的时候，当时薄熙来发生的这个王立军和周永康他们这样的一个要暗杀习近平的事件。然后呢，当时胡温为了保住习近平，距离那时候他们要开会之前，18大开会之前2个月。把习近平就是藏匿在这个西山地堡，这个西山通道，让他消失在公众的眼线之下。所以我们当时讲说，习近平当时消失了2个礼拜，他消失了2个礼拜。是躲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没有中央军委主席亲自批准下令，你还不能随便进来。所以胡锦涛传闻当时就是把习近平藏在这边，而刚刚我讲的是充满了这个斗争的地方。所以刚才讲的，原来现在这个西山地堡、这个西山通道被弄出来，它不是因为核爆，而是现在大家敏感觉得说，现在有一个非常严重的政治斗争正在进行，而这个政治斗争的最后去处。难道就是西山地堡吗？所以这个就很诡异哦，因为习近平最近这一段时间，你看到从前外交部长秦刚到这个中国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先后被斩被拔，然后习近平在这个解放军里面的其他的这些
安排的人马包括国防部长董军啊、火箭军司令王厚斌和东部战区司令林向阳跟武警司令王春林啊，不是被抓的被抓，自杀的自杀，被调查的就被调查，所以这个时候突然出现了南华早报那一篇北京秘密通道地堡通道，看起来好像表面上是说防核爆中国版的末日地堡。但是背后的政治意义啊，简直不言可喻啊！就是你们长期观察中国政治的，当这个西山地堡被拿出来的时候，就知道要出大事了，而且不但出大事了。我个人最好奇的是，薄瓜瓜消失多久了？而且整个家族都已经销声匿迹了。结果现在第一个非常高调，在台湾办婚礼，在台湾办婚礼之后，去帮他爸妈来洗刷恩冤屈，说他爸妈忍辱负重，为大局着想。现在又去讲说，我跟习近平两家没有过节。大家都知道你家现在这个样子，就是因为当年要跟习近平夺权，怎么会说你现在习薄两家没有过节？当年这个跟习近平发生争斗的这个薄熙来、周永康事件的这样的一个西山地堡，跟薄熙来有关，无巧不巧。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11月23号来到了台湾，在新竹南园举行婚礼，说要低调，其实看起来又好像没有那么低调，因为还是吸引了大批的媒体去采访。然后呢，你可以看到不到1个礼拜，在11月27号就有人把他们这个婚礼当中的影片给释出来了，而且呢，到了1个礼拜之后，也就是12月5号，他又在网络上 po 文，突然有提到说这个。薄瓜瓜罕见的在网络上，除了描述他父母亲帮他父母亲去洗白喊冤，还提到说薄习两家并没有这个恩怨，然后包括他的爷爷在这个过去这个祖父辈有人过世的时候呢，还会去送这个挽联，然后在里面提到两家的这个关系，然后而且是有人从中挑拨，那他爸爸跟妈妈入狱啊，也跟习近平无关，特别会提到这一段，大家就觉得说，怎么回事啊？薄瓜瓜，你是无风不起浪，对，还是事出必有因？怎么在这个节骨眼敏感的12月5号的时候，竟然抛这个网络长文，而且第5段还特别提到薄习两家的关系？好，那刚刚讲到，现在这个西山通道被弄出来了以后，刚刚讲，现在这个西山通道就在这个位置，就在西山这个位置，就在太阳山这个位置，这个是中南海，它是直通在中南海，等于说是有一条地道直接通进来的。是的。西山地堡又是西山通道，它其实是在北京西郊的西山国家森林公园区的这个下面，上面还有很大的一个这个石牌，上面写着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下面竟然有深达2公里，甚至超过2000公尺，大概2200公尺，可以跟世界上最深的鲁伯亚拉洞穴去比较的最深的一个世界上防核爆的这样的一个地堡洞穴，现在也成为中共解放军的中央联合指挥作战中心，解放军的大脑现在就放在这里面。对，那也可以说是北京版的这个衡山指挥所在里面，也是依山而建。那北京当年盖第1条地铁1号线的时候，从天安门人民大会堂一直到这个国防部，然后往这个方向就是有军事通道的功能，可以直通这边，距离北京市中心只有20公里而已。所以你就知道说，西山地堡它的这个地处深山当中，又在这个地下碉堡的位置，它的这个花岗岩、石灰岩的这个厚度啊，有探勘。根据他们探勘回报之后，大概是在平均厚度到500到1000公尺。然后呢，后来他们就加固了钢筋混凝的这个水泥这个混凝土，大概也加固到300到500公尺。所以他们扬言说，不怕美军，就算是 GB57、GB28那种钻地弹、地下核弹、地堡啊，也足够防核爆的这个攻击啊。因为它在里面从1950年代就开始陆陆续续几十年来不断的在那边修建，然后甚至传闻说。北京当年在满清时期啊，乾隆皇帝当时有人发现了这个小洞了之后呢，本来要开凿里面挖看看是什么地方，后来乾隆怕说这个是影响这个整个满清的龙穴，下令把洞封起来，你不准碰。那时候古代嘛，后来封起来之后，没想到到了近代，中共建政之后呢，他们发现这个地方可以像前苏联、像美国一样，开始建地下的这个基地，就开始成就了这个领导人只有中央军委主席才有资格下令可以进去的一个地方啊。好，那刚刚讲到的这个关键时间就在2012年的9月，当时9月15号之前，也就是说从9月初，习近平就消失了。习近平消失了以后，在出现的过程里面。原来当时是整个中国政治斗争最严重的地方，而且我们当时来讲，整个长安大街连坦克都上去了。当时才说，当时周永康是动用了武警，等于说要进行了一场政变，为了要保护习近平，就把它放在西山通道里面。是的，当时在2012年18大召开之前2个月，本来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时候，那一年美国的国务卿是克林顿老
婆希拉蕊在当。本来他到这个中国来访问，习近平要接待他的，都是安排好的预化行程，结果习近平居然是消失了，他就取消跟这个希拉蕊会面，然后后来消失了一段时间，后来就传出来消息说，周永康似乎在密谋要策划要暗杀这个习近平，尤其是在薄熙来跟王立军的事件闹翻了之后呢，周永康人马为了自保，而且要拉下当时被视为储君的这个习近平，处心积虑想要这个除掉他。而且如果你看到当时的照片，里面有一个非常诡异的状况，导播我们看这张照片，你有没有发现什么怪异的地方？你会发现习近平当时，他的右手是非常正常的哦，右手在活动，你发现他的左手非常的诡异。而且他在走路，他的左手完全没有摆动的，他的左手好像已经被废掉。当时讲说，左手好像受了非常严重的伤，所以后来当时大家就想说他是怎么了，身体健康受到了影响，而且他那一段时间到底去了哪里？后来才知道说，原来当时胡锦涛跟温家宝为了保住习近平，竟然秘密把他藏到了只有中央军委主席，当时胡锦涛才有资格让谁进去，谁不能进去，因为那里面有中央警卫团的这个人保护，等于就是保护总书记跟中央军委主席的这个部队，禁卫军就在那边。滴水不漏的防护，所以就把习近平藏到了这个西山地堡那个通道里面啊。好，各位，刚才讲的，在2012年的时候，你当时就在北京，当时真的风吹雨来的味道吗？另外，就刚刚讲到，今天如果真的讲到了所谓的西山隧道，那代表说中国有一场的战争正在酝酿当中吗？对，因为当年2012年9月的时候，我刚好到北京大学去开会哦。那北京大学里面很多学者，其实因为当下来讲的话，希拉蕊本来是要见习近平的，结果那么大的一个官，就是希拉蕊他是美国国务卿哦。那习近平到底他是因为副国家主席嘛，他接见的这个行程早就已经安排好了，结果竟然没有出现，然后就说背痛或怎么样，结果人就不见，消失不见。所以那2个礼拜其实北京非常紧张哦。紧张原因在哪里？这个王储不见了。那因为薄熙来当时已经被抓起来了。但是到了9月的时候，其实习近平到底是谁？要谋害他或者是怎么样？因为到处风声鹤唳啊，说周永康。但是因为周永康他本身来讲，他是政法委，他只有掌握所谓公安的部门或是政法部门。那军队是由胡锦涛掌控的，所以刚好如果说把他安排在西山地堡来讲的话，这是合理的，因为那个地方只有军委会主席才有办法开那个地方。后来呢，因为我在9月10几号的时候，我记得印象深刻哦，就坐在餐桌上面，中国大陆的这些所有学者，人民大学的政法大学的这些学者啊，拿出手机来看说啊，习近平出来了，每个非常开心啊，高兴的喝彩啊。然后认为说，这个意思说好像政变已经结束了这已经结束了，终于可以稳定大局的概念了。然后后来这个开了18大之后呢，那正式就是让习近平能够上位。所以换句话说，就是说在那一段期间风声鹤唳啊，9月的时候，其实习近平有可能连小命不保，你知道吗？那如果说习近平小命不保的话，那薄熙来是被抓起来，但是并没有处死啊，对，他有可能被放出来啊，或是因为周永康的这个叛变或怎么样之类的，把这些人全部再放出来之后，可能上位的就是薄熙来啦。所以最近来讲，这个薄瓜瓜讲的这些东西，里面只有薄熙来是根正苗红。我们刚才讲，你今天要当中国的领导人，你的血统一定要非常的纯正，所以你就算在其他人的话，你无法取代他。所以这个时候就非常微妙的是，薄瓜瓜不是只有在台湾结婚的时候为他的爸妈叫屈，不是只有在台湾结婚的时候说他的爸妈是忍辱负重，为人民为大局牺牲。然后呢，除了这个之外，他现在又讲他居然讲说，我的爸妈薄熙两家不曾有过节，而且还讲说，我的爸爸早就表态要全力的来帮助习近平，我爸妈的入狱跟他完全都没有关系。后来他还讲了一句话你讲你都已经安静那么久了，你都没有讲话了，他好像欲言又止讲，不管大家信不信，以后慢慢说，代表薄瓜瓜还有很多话要说。是啊，为什么他有很多话要说？因为有很多秘密，很多必须要去解密的东西，他都没有讲出来。他要出来讲话了。而且我发现到他一开始的时候，第一段的时候就已经暗藏他的未来可能要讲更多事情了。第一件事情，他说这12年来他们都没讲话，但是他讲的是我们都没讲。请问他是一个人跑到海外去，怎么会是我们呢？他在后面代表说是一个集团他不是他一个人而已啊。什么叫我们？我们都没讲话。我们在12年都没讲话。那现在我们因为面对到这个所谓的结婚的事情，然后要出来讲话，而且再一件事情他说习以为常。
习近平当然就担任常委啦，所以就习以为常。他用了这句话，后面呢这一段的后面再挂号说，我是小学中文程度，希望大家能够见谅。这个小学程度，大家耳熟能详，这个习近平被说是只有小学程度而已啊。所以到底说这当中来讲的话，有很多是褒贬习近平的一些话语，但是呢，他又我在欲言又最后止。虽然讲说我伯习两家不曾有过节，我的家早就表态要全力注资，而且我两家里面交好是说，我等于说我们之间两家交好不是一代交情，是3代交情。其实我一开始讲，第一个我们所有当事人，然后呢，刚刚讲到的小学中文水平，这是暗示习近平的，等于说是中间还有一个本来以为习以为常，这东西都是暗指习近平。是啊，那一个薄瓜瓜怎么可能写出这样的文章？那背后一定有人在教他嘛，所以我们曾经讲过啊，这背后有高人在指点，有人在教他怎么写这个东西哦。而且到最后他讲说未来慢慢说，为什么要慢慢说？有太多东西可能一个一个爆料出来，而且这可能就刚好又面临到习近平现在四面楚歌的情况之下，所以要慢慢凌迟他，慢慢说，这才是一个重点啦。所以你大家现在讲的信不信随意，以后再慢慢说。我还有更多东西要讲。是啊，所以我们知道说，在当年的这个斗争非常恶劣，但是这种恶劣的情况到现在完全没改变。现在薄瓜瓜出来讲这些话，我都认为背后真的有一个集团在促使他，而且呢在怂恿他，而且这件事情可能跟接下来包含我们看到中国内部现在的所有的政治斗争都是有关系的。对，吴总，你想说？现在薄瓜瓜跳出来讲这些话，现在中国军委会出了这么多的事情，现在的西山地堡跑出来，你说这些东西都跟川普即将上任有关系？当然了，因为川普上来就改变了一个新的世界嘛，新世界来临了嘛，就是新世界来临之后的这个中国大陆是主要被攻击的对象跟目标嘛。因为他很简单讲，他选举讲过，他我60%关税嘛，他给你搞60%你就挂了。所以习近平现在的处境是非常的艰难，习近平的处境非常艰难的状况下，薄瓜瓜就敢出来讲话了。所以薄瓜瓜只是这个沧海一粟啦，你看到的一个 sign， 一个小点而已嘛，一个小灯泡啦。它还有更大的这个亮度，更大的事件一直在发生中嘛。对，苗华被抓是什么意思呢？苗华被逮走，然后他的这个军委会政治部主任换人，对不对？这个都是表示说，这个整个军中的力量产生更迭，在移转嘛，对不对？那好，我们把这个你把每一个单一来看，都是一个事件。总体来看，大战略就是说，今天的领导本身会被责怪嘛。所以习近平的领导产生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挫折嘛，那谁要负责？那这个当然是习近平负责。对，为什么习近平负责？这第一个，你跟中美贸易大战是你搞的嘛？对，搞出来的这个事情嘛，对不对？你的策略走的就是走出这个策略，你就是这个所谓的这种 over capacity 的策略，就是说多余产能策略是你选择的经济策略，这是第一个嘛。然后还有第二个，俄罗斯是谁搞的？俄罗斯也是你习近平搞的啊！你同意他去打俄乌战争的？中俄关系无上限不封顶嘛？你挺他嘛？所以搞得变成俄乌大战嘛？如果今天习近平不压住到俄罗斯去的话，美国人会不会对他那么凶？不会嘛？所以俄乌也是他搞出来的事情嘛，对不对？所以呢，军方就看着那就问题来了，那到底谁要负责？经济也出问题了，外交也出问题了，然后失业率也提高了。各方面到处冒泡，这个整个事情，那内部当然你看到没有？今年他的四中全会开不了嘛？对。从这最近半年来的大佬的发言，你看到整个国庆日的就国庆节，看到他们出现的李瑞环这些人，对不对？那都有文家宝还坐在文家宝、李瑞环都有目的的嘛？你知道李瑞环是主张什么吗？李瑞环的主张集体领导，集体领导。所以李瑞环的出面代表了集体领导的概念出现了嘛？他新的文字、新的论述开始在编嘛？所以目前你看到很多中共的宣传里面，习近平的3个字已经慢慢逐渐的开始慢慢的减少，真的减少，这是一个趋势在发展。对，我讲的意思并不是说明天就习近平不见了，不会。那是不会的，它这个东西它有它的一个规则在运行中，所以那薄瓜瓜当然就感受到，他比我们更清楚的知道
中南海的那个水最深处的水深的地方的变化嘛。对，因为他毕竟他们家是直接接触到的嘛，不管他的父亲母亲现在在哪里，他跟红二代、红三代的直接联系的关系非常密切啊。对，他当然知道现在是处境到底在哪里，他可以说什么话，现在可以写什么文字，所以才有这个文章出来。这个文章的反面来看的话，就是它有线嘛，它内部有线索，才驱动他写这个东西、啊。而且他这个写这个东西，为什么要替他爸妈给漂白哦，呢？那这个很重要啦。我无意你现在讲，他在指正他爸爸的错误，比如唱红打黑，他讲一个关键话，他们家族是文革的受害者，所以非常讨厌文革，他绝对不会支持这文革的做法。所以可是呢，他爸爸因为看到重庆实在太糟糕了，而在重庆整顿黑道情况之下，不得不去唱红。他把他正当性就转成这个样子，那搞过头了，他承不承认？他承认了。他说我爸爸这个事情做错了吧？他把他爸爸错误的3件事情一点写在这边给大家看啊。他帮他爸爸认错，所以他爸爸如果认错的话，那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那有没有机会？让他爸爸付出？我问你很简单，邓小平都垮了几次？垮3次。对，所以中共的领导人或是垮下来再付出，这个常常有的事情。这个如果薄熙来如果有一天再回到中央当领导这个事情啊，也不会意外。真假的？不会意外嘛？我现在问一个最简单的一个道理，我现在问你，所有现在中共的现在常委会所有的常委里面，哪一个人是这个所谓的哪个人是红二代、红三代的？有没有？没有了，一个都没有嘛。因为共产党讲一句最重要的话，什么话你知道吧？这个江山是谁打的、啊？我共产党打的。红色的江山啊，红色的江山。老子英雄儿好汉嘛。他讲要根正苗红嘛。为什么薄瓜瓜今天敢写这个东西？老子告诉你，我是红三代，他是苗红，他是正统的。对，他们强调，他们不是像我们要强调投票的，他不是，强调他的血统。他告诉你说，我是共产党的正统的血统，我是红色血统。对，红色血统是红色的江山，这个江山不能丢嘛。他们现在所有的人谈都在江山不能丢的概念，是红色的江山。那习接这个江山就是把红色的江山重新整顿好。那现在习看起来情况不行了嘛？对，现在中美问题出来了嘛，然后各地都出问题，那中国内部现在出大问题了嘛？那这个经济垮掉是事实，都不要吹牛。到了这个川普上来会更惨，这只有更坏，没有最坏。那怎么办？这个场面要收拾啊，不是说让它一直烂下去啊，那怎么办？那当然有可能就会变成从个人领导转成集体领导。所以李瑞环就出来了。对，李瑞环的论述，当年提出来的论述，会变成明天开始的可能的论述。那这个论述的话，就回到集体领导。对，那回到集体领导的话，这也是习近平的自保。但不见得不谈个人，现在谈领导方式改变的话，元老派就有可能出来协助习近平。这个说法可不可以？可以。对，那这个大家都比较温和一点，就大家来共同来共赴国难嘛，就会变成一个新的概念，还回到集体领导嘛。在集体领导的时候，那在这个里面有没有可能这个什么薄瓜瓜他们家？薄熙来有可能也被征召出来共赴国难呢？对，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哦。因为毕竟到了现在到了共产所谓的这个红二代的人马已经凋零了嘛，还在这个身强体壮，还能够出来替国家做事的对象并不是很多，所以薄熙来有可能是一个角色。好，但宇轩，现在也看到一条新闻是，现在当川普上任了以后，你刚才讲墨西哥的总统、加拿大的总统，很多都已经跟他通过电话了，跟他有矛盾的也都赶快再跟他解释了。只有一个人，他说只有一个人还没有跟川普通过电话，那就是习近平。宝来哥大宇说，习近平价值特别大吗？当然不是，为什么？因为现在习近平面对到刚刚聊到的内忧外患，包括他军中到底有没有办法实质控制的隐忧，以及甚至是连他最亲近的蔡奇儿子都出事情，所以内部的纷扰已经让他搞不定了。而外部川普这个威胁是直取他的命门，为什么？
因为当这个关税一旦提高起来，现在中国所有的经济成长动能仰赖的就只有一件事情，出口。那你出口一定挂点嘛，所以他现在不是不处理，是没有办法去处理这件事情。因为我更不知道你川普到底要打什么牌，我现在根本摸不清楚底细的时候，我连谈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你谈。为什么不知道底细？因为他今天出了一个大招，说什么大招？他就把纳瓦罗找出来了。纳瓦罗是等于说川普身边里面对中国最敌意的，他出过3本书。美中开战的极点，这个所谓的致命中国，中国的战争即将到来，全部都剑指中国。而且在纳瓦罗在第一次任内的时候，整个贸易战就是他展开的，甚至针对这个不管是关税的提高，或是针对哪些，甚至华为，所有的东西都是纳瓦罗开始的。因为当川普亮出纳瓦罗这张牌的时候，他等于在宣告这是他对中的中国杀手。为什么？这3本你如果加总起来呢，它可以叫做什么？抗中圣经。我就跟各位讲，比如说我们就以《致命中国》这本书《Death by China》这本书来讲就好了。他那时候是在2011年这时候写到的，但2011年写到的时候，他已经完整预测到。就是说，现在呢，中国可能采取的策略，包括这些所谓的倾销，甚至包括所谓的汇率战，以及呢，中国可能会有这种问题的商品，以及跟美国之间这种战役，也就是你偷窃我们美国的智慧财产，而且你大量的倾销，你偷我美国的工作，偷我美国的知识，偷我美国所有的一切。对，所以你看川普怎么去形容纳瓦罗？他说：“我呢，在我的首个任期呢，我只有2个重要任务，第一个呢叫做买美国货，第2个呢叫做雇佣美国人。只有纳瓦罗做到底，只有他符合我的要求，只有他最让我满意。而且你知道吗？他在这本书里面写的多详细呢？因为距离现在其实已经14年了。他那时候就讲说，中国会干嘛呢？他会开始的把一些大量的这种垃圾产品，比如说苹果汁啊，他说苹果汁，然后比如说米啊，他说宝德跟他怎么形容？他说这个米中国会怎么卖呢？他都卖假米，然后那个假米就把一些马铃薯啊、红薯啊，全部呢包装成这种塑胶米，然后卖到这边，所以会造成我们食安上的问题。那我请问一下宝德哥，现在中国的倾销，比如说我们之前讲过的拼多多，是不是确实有造成食安的疑虑？有而且还有什么？他说还有塑胶制产品，他说他们这些塑胶都会有一些致癌，甚至他们的石膏会让我们的人生病。不好意思，我们最近讲的 Temu 不就是在形容这件事情吗？所以他们讲说他根本是预言家。对中国的产业，对纳瓦罗对中国的商业行为是有仔细研究的。对，而且他是预言，等于说他预言到这件事情。再来，他对中的鹰派中的鹰派，为什么呢？因为在他任内，你要知道纳瓦罗那个时候曾经他不是第一次担任贸易顾问。他那个时候呢叫做贸易办公室主任，但川普那是就是现在的贸易顾问的意思。换言之，他那时候当时他第一任就担任这个角色，而且不好意思你知道他在他任内他多可怕吗？多可怕！他对中国的制裁是史上最高。他们讲过去16年间就是在纳瓦罗16年间跟他自己上任呢所列的这种实体的清单、禁止清单比对好的话，不好意思他的任内是过去16年的4倍。换言之，他把中国的企业打得我们讲的体无完肤，过去16年的4倍。对，而且你知道吗？他也创造了未来。16年是连任的2个总统，对，怎么8年加8年都比不上他？他是足足超过10倍。也就是从小布希一直到了奥巴马2任。都没有他1任多。而且宝杰哥，我跟你讲基本上抗中这个贸易战的策略就是从纳瓦罗开始的。为什么？因为后续你说拜登接手之后呢，也只有增没有减，因为拜登也是继续跟随这个政策，然后呢持续的提供实体清单4项。而且你知道吗？我们现在是不是讲华为是受害最惨的一个单位？不好意思，华为那个时候就是由他开始提起的。他在他任内就是纳瓦罗选上华为的。对，你知道他的报告写了几次吗？他写了194次，华为必须倒，他就不断的在这针对华为，华为必须倒，写了194次。对，那就知道他对于我们讲的中国看到这个人绝对会瑟瑟发抖。所以川普到现在为止，为什么跟那个我们讲习近平明明应该要去跟他应对吧，但都还没有应对。而且我跟你讲，不只是这样子，过去纳瓦罗最讲究的是什么？忠诚度。宝德哥，你知道吗？纳瓦罗曾经为了川普被抓去关过。那个时候就是在讨论说，国会山庄是不是有我们讲的相关的这种暴动的问题，然后要传他出阵，国会要传他，他就说我不要，我拒绝。他4个月他就为了川普被关4个月，而且一出来之后呢，马上去我们讲的共和党的这个大会上。所以你想想看，当这样子一个雷厉风行，甚至是川普的雷霆手段，对中贸易来讲打最凶的人，他上台，因为他不只是对中国打而已他对美国自己也打所以难怪习近平到现在不知道怎么去跟川普对话，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你的底牌是多少。他不知道说你到底要什么？你是跟我玩假球呢？只是讲说贸易战，事实上跟我换东西呢？还是你真的疯了？因为我看到纳瓦罗，我不知道啊，因为你也有可能真的跟我关税下去，跟我打到底啊。那你一旦关税因为其实纳瓦罗曾经他在书中也有写到，
中国这种倾销战哦，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策略，就是我必须要把汇率呢压到非常低。而如果这些项目通通都被纳了，我一举歼灭的话，中国的经济恐怕完全没有未来。